龟枣源自潮汕传统民间小吃，60年代初在本地盛行。一碗好吃的龟枣，除了香醇的老卤汁、丝滑顺口的果片和米浆，最讲究的是新鲜的猪杂辅料，咸香爽口，可抵山珍海味。小贩学院保留传统味道，找新鲜小贩。近年来呢，成为一名新手小贩呢，有很多的优势，例如说呢，可以参与一些短期的培训课程来准备自己。这些价格合理的课程都是由国家环境局所推出的，比如说小贩美食烹饪系列，是，还有呢就是小贩业务基本管理课程以及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。另外一些新的小贩中心也有提供培育新手小贩计划，让这些有心想要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参与。是，那多一个管道就是参与我们节目啦，小贩学院。我们可是有经验老道的小贩当师傅哦。是，那要出马这个师傅可以说是不得了，了不得。坐落在石龙岗的鸭伦街龟枣，由摊主 Jason 的爷爷创立，长达70年的老字号，已是街知巷闻的好味道。因为顾客的忠心耿耿，也担心家族事业后继无人 ，Jason 于是跟着爸爸苦学，改良研发秘方。他坚信辛苦的手艺是好品质保证，也让这传统做法的龟枣永不失传。其实这门手艺没有秘诀，也没有秘方，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谁就是真正的赢家。师傅啊，你看起来很年轻嘛，为什么愿意来这边传授功夫呢？其实当小贩是挺辛苦的事。可是如果有人愿意学，我们就教吧。哦，那是不是吃得起苦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贩？吃苦是挺重要的条件，可是坚持是更重要。是，那看看你的徒弟是否能够吃苦，也能够坚持哈。好，徒弟们接招吧。我是 Gary， 我是一个爱美、爱家也爱煮的企鹅爸爸。我的兴趣是追求新鲜、有趣又好看的事物。我对美很讲究，尤其是美食。好吃之余，我也希望能呈现出食物最好看的一面。看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着我煮的菜，让我有无比的成就感。我是邓依琳，我爱冒险，喜欢尝试新的事物，不停地在生活中挑战自己。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要同时照顾4个可爱的小千金。还好有老公的支持，让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迎接成为小贩的新挑战。师傅，这下可以放心了吧？这2位徒弟看起来都很爱煮哦。爱煮是一个人的嗜好，那是基本。可是把它经营成一门生意的话，在时间方面要真的拿捏得好，没有那么简单哈。来，2位要不要对师傅信心喊话一下？师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坚持到底。好吧，好，就看着办吧。哦，师傅，我会把你的所有秘方从头到脚一个不漏的学起来。哇！师傅，一包小小的咖啡，哇，谢谢。你以为1包咖啡就能够收买它吗？对不对哈？好 ，OK， 我们立刻来上课吧。这个就是你卤汁的秘方吗？也不算是秘方啦，每个人的煮法也不同，配的分量也不同，所以这个就是你使用的方法。对，那你等于是完全公开了嘞。对啊，我只是给你们知道有这几样啊。当然比例比例方面你还是要调过的嘛。那怎么样才算是对的比例啊？不会吃到一个很明显的其中一样的味道，中药味，就很比较均匀了。OK， 我们来考2位同学了哈。好，对于这些材料，你们懂几种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要闻一下啊。这个应该是花椒吧？花椒。当归。当归对，当归是对的。这个你觉得是什么？依琳。这个看一看，甘草。对，哇，是甘草。所以2位基本上都有那个功底在啊，所以我相信今天师傅教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多难题。
本来我是觉得龟甲是不会有人要学的。哦，不会有我的为什么 first choice。我想把这道美食再带下去下一代，我的孩子也可能希望他们会接班，把这个味道传给更加多的人。小时候吃过阿嬷煮的龟掌，我想学这份厨艺，想要找回儿时的记忆啦。对，做小贩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吧？是做龟掌本身工又非常的多。其实我跟师傅是一样惊讶的，就是因为龟甲有很多的配料嘛，所以它的过程不只是复杂，而且还需要很多时间在准备功夫上面。现在就要熬这个卤汁，对不对？对，首先我们把大骨 OK 先下去熬。 OK 可是大骨之前我们要把它敲断先，它的味道比较容易出来，不然要煮更久的时就间。拿刀背这样啪就断。 Yes 这个猪大骨熬煮大概多久的时间？ 15-20分钟之后就可以放那些其他的材料是用大火这样滚吗？对这个是南姜跟什么姜？老姜。老姜就是白砂糖哦。对，比较小样的我们就用香料袋装起来吧。 OK， 你的这一个秘方哦，是从你父亲传下来的，对吗？对，我要跟你们两个说哦，如果你们去那些酒店的 buffet， 你吃了觉得同样你卖的东西他们煮的比较好吃，就是你失败。你每天都做同样的，你怎么可能还会输给别人，对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挫折？我自己开始做的头2年真的是很摸索，虽然是我老爸把全部的东西都教了，可是自己做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师傅把这个秘方给你们，不是就是结束了没有？你让他自己在摸索了。对，是。那师傅这一锅要熬煮多久？等一下放那些肉的材料之后，大概要2个钟头。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啦，哦，就是猪肚。啊，猪肚会最简单哦。师傅今天带生的来，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徒弟看到差别吗？所以生的话是完全没有处理的，还有这个膜，处理是说把那个膜给洗掉嘛？对，我们就把它烫的半生熟，这样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如果是那种半生熟的话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只是需要把这些肥油、脂肪把它剪掉，因为它们会有一个很腥的味道。哦，不要。你们要不要感受一下那个触感？来，是。啊，好啊。这个迟早你们会碰到的。你在生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剪这个油的，剪不到的。拿捏的时候也比较难，因为它滑嘛。对。所以它在这个状态之下是最好 handle 的。OK， 好，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2位徒弟啊，你觉得他们的手法怎么样？还好啦，只是没有这样熟练啦。OK， 速度可以吗？真正的做是不可以啦。太慢啊，对不对？赚不到吃啊。哎呀，来，给师傅看一下，看可不可以？还可以啦。 OK， 是有一点点困难啊哈，需要比较多的练习。因为你感觉上就好神在在，是。也是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师傅学习的。学习哈。可以啦，我那里需要很多义工的。哦。我一直很喜欢吃龟爪，可是我不知道原来准备功夫那么的多，我光看的我都觉得累了。哇，这个味道就很重啊。哇，这个大肠味道就很重啊，很腥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戴手套来处理它呢？戴手套你根本没有那个手感。等一下你要处理的时候，就是要把它里面的那个油拔掉。可是我蛮好奇，依琳，你为什么要戴手套？那里面黏贴的东西会缠在手指缝还是怎么样？会担心这样。然后我们练习还是要感受一下哈。是。现在我给你们看，处理过的跟新鲜没处理过的有什么分别？哦。它们原本里面就是还有这么多的油。这个是新鲜的，这个是冷冻。那你要怎么洗掉？就是用手把扯掉。剪刀剪这个生的油剪不到。师傅，那完全没有处理过的大肠要花多久时间呢？差不多3到4个钟头。哇，时间是很长。真的很不简单，可是这毕竟是当小贩的第一步。大肠这么复杂哦，可不可以就是跳过，就不要用大肠？对我来说，大肠就是
整个龟爪的灵魂啊，有这么严重啊？怎么说？因为最难处理也是它，没有了它，我觉得这道东西也不叫龟爪了吧？你就可以叫它卤肉饭啊、卤肉粿条啊，都可以。你在拔这个油的时候哦，有些部分哦，你会很容易的把那个内膜也一起拔掉。哦，所以内膜是要保留，内膜要保留，它才有那个口感。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？你就不要再拉了，处理好了就要把它再返回去啊。处理大肠的过程呢，虽然味道是有点重啊，两位徒弟呢完全都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啊，也不会说命有难色哎。刚才捞上来是干的，加了盐跟醋搓了之后，大肠里面的臭臭的水都会被逼出来。赶搓，搓至少要5分钟，搓到差不多盐也溶完了，放进清水里面冲洗一下了。今天最辛苦的部分就是洗大肠，可是这毕竟是当小贩的第一步。第4次了，还是很有味道，大肠的味道，还好吧？你们洗掉的味道，还有吗？第4遍了，还是很有味道。我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闻一下。没有，我也想闻。哇，完全没有味道，因为我没有呼吸。我不要，我真的闻，没有那么傻。你还真的闻了？哇天哪！搓了这么久大肠，它终于可以下锅了。已经煮了大概40多分钟了。是。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肠。师傅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之前不要放那个大肠呢？大肠的烹煮时间不同，你放了太久，它烂去，没有那个口感。肠的话，我们大概要煮大概多久的时间？大概也是煮多50分钟，50分钟是一个大概啦。它煮的软度、硬度这些你自己都要拿捏啦。这个手艺就是跟爸爸学的嘛？对，所以是一开始就是想要传承他的这个小贩吗？没有。那你本来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是在澳洲考了 commercial pilot， 在那段时间我爸爸又刚好中登机，你会觉得很可惜没有当飞机师？有啦，可是是说决定做了就不要想太多啦。哇，新鲜出炉、热腾腾的这个龟爪完成了吗？好期待呀！哇，哎，你是烫？不会，你有手套吗？还是很烫啊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烫啊。师傅为什么要选来选去？其实不是选来选去，有时我拿起来捏一下，是因为我要看它的够软吗？哦，如果不够，再给它卤久一点啊。师傅懂得拿捏熟度，还有精湛的刀工，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练就出来的。他端出来的是一份对老字号的坚持。好，我来试一下，来，开心！我要吃这个猪肚，我要吃大肠。在你在切的时候哦，就感觉很好吃。看起来很好吃，Q 弹入味。我也很想吃，你要吃可以，你们自己切，好不好？赶快趁热来。Gary， 闻一下，他召唤你。会烫吗？会，多少还是一点温度。对2个初学者来说，切热腾腾的配料挑战性大。师傅有铁砂掌，徒手空拳，但徒弟们恐怕还得加把劲儿喽。哪一位略胜一筹啊？摆盘方面还是10的比较好，因为10分类分的比较好一点。不过我要讲句公道话，可能你会觉得他的这个肠子太少啊，是因为我吃了几份，刚刚他切了，我忍不住我就一直拿，你知道。最后果片登场了，下锅时水温要高，才不会粘成团。搭配软嫩入味的猪杂，哇，这传统味叫人难以抗拒。味道很顺滑哎。对，然后那个汤咸甜都刚刚好。对，那配料呢？很入味，因为已经熬了大概4、5个小时。那吃完之后，你们觉得你们能够做得出来这样的味道吗？我希望可以。毕竟是第一次跟着师傅学，然后可能还要再多几次的练习过后，才会更加拿手。今天只是第1堂课，那希望你们都能够有很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好，自己加油！谢谢主持人，加油！谢谢。哇，我们先来到师傅的龟爪摊位哦，上面写 since 1950年了。哇，那是一个大概啦，可能是在之前啊，因为我爷爷在日本时期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。哇，很久哎。那你们2位有来这里吃过吗？早在很多年前有。
哦，我知道，1950年是吧？对对，差不多亚伦结的时候。我以前是住附近，我跟我阿妈跟我爷爷来这里吃。那希望说你们之后啊，就是跟师傅好好学习啊，你们也是开档的时候人潮是络绎不绝。希望是，真的。那一开始问问两位徒弟啦，之前上课的时候师傅有特别交代你们要做功课吗？你们有做吗？有，在这里，这就是你们啦。对，我就从 Gary 的开始吧。这个地方是接着小肠的，对，这里它没剪开。10这个就做对了。啊，要剪一个开剪掉，要剪掉，因为你看，其实它里面还有一层膜的，如果你剪掉的话，就能把它拔掉。OK， 所以10这个是 OK 的。10这个是做的还蛮正确的。Gary 的大肠基本上。Jason 师傅欲言又止，到底是好是坏？大肠醉忌是处理不当的味道 ，Gary 能及格吗？ Gary 的猪肠是洗的不够干净，因为那个腥味马上就跑出来了。Gary， 你自己在洗大肠跟猪肚的时候啊，你自己没有发现说那味道还有？我有闻，可是闻到是那个醋的味道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也没有一个 benchmark 说哪一个才是比较正确的。OK。这么多材料当中，最难处理的环节是处理大肠，我相信我可以做到啦。10这个处理的比较好。哦，这个味道没那么重。对，因为是搓的关系，冲洗的比较多1、2次的话，它的味道就会去除。搓的步骤很重要，就是像洗衣服的时候。我知道啦，10每次有在洗衣的，对吧？为什么你会今天要他们带菜刀来呢？是要看他们磨刀的功夫。不是，你不要割那个东西，你是要给它磨它。学会磨刀，不仅是要把刀磨利，关键是懂得保养刀。一把锋利的好刀是龟爪师傅开档必备的武器。因为在处理生肉的时候，把刀磨好很重要。不然你切了你的肉不整齐的。10的刀跟是不是比较接近，对吗？对。为什么我们通常都用菜刀？就是因为3层肉有一个厚度嘛。我们菜刀会比较容易切，也比较容易拿捏。OK。这种就是切肉片啊，那种比较小块的。那你们要不要磨磨看，给师傅点评一下？用一点水把这个东西弄湿，然后它就比较滑一点。对，我这样子磨，大概45度这样的 angle。其实磨刀不要刮那个刀锋，它这样磨，它是在刮那个刀锋。哦，其实是要磨那个刀锋。其实磨刀哦，你问我以为就拿个磨刀石，然后上面这样磨一磨就好。其实原来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要照那个纹路啊。看到师傅很有型的磨刀方式，我才知道我一路来的磨刀方式都是错误的。直接这样磨了，好。所以这种刀也是一样的磨法。Yes， 刀大概都是一样磨法了。左右磨法，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。刀大概都是一样磨法了。左右磨法，哎，不对。你把刀锋拉前后。哦，OK， 好，可以。师傅，你是磨一面还是磨双面？多数都是磨一面，有时刀被损坏了就要磨2面，给它平一点。师傅啊，这个3层肉一开始要怎么样处理呢？最有效把那个毛处理掉的方法就是用烧的。因为如果你用刮，它的毛根还会在里面，你煮熟了它会吐出来的。好，那师傅用火枪来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哎，我们小心一点啊，安全第一哈。会不会很大火啊？看不到。哦，哎，这个火看不太到嘞。我和10不是害怕，是因为那个风往我们这里吹，然后热气往我们这里扑过来，所以我们就一直退后。这个会比较快一点，因为。火烧3层肉这个方式还真是很特别，还是第一次看过。不过温度很高，所以很热。
看得到那个毛在哪里了哦，这些黑黑一点一点的。你刚才还没有烧之前，其实没有那么明显，你一烧完那个全部毛的那个根啊，全部都跑出来了。对，这样还不可以。这样虽然它是表面上被烧掉了哦，它的根还在。还在。把它烧到焦掉。焦掉。哦，真的焦了，有闻到烧焦味。OK， 就是大概烧到这个程度了哦。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你要小心哦哈。好，这个拿火枪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就是真的小心而已。烧三层肉真的很难，要控制好那个火枪跟猪肉的距离。从来没有想过，一块这么简单的3层肉，需要花这么多时间、这么多的程序去处理。现在就是要在水给这个软化了之后，烧焦的地方把它刮掉、处理干净就好了。哦，你可以看，哎，真的嘞，哇，哇，我们给师傅检查一下好不好？捏不到那些毛根就可以了。合格吗？还可以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们就把多余的脂肪就把它处理好了哦，把它切成3大块就可以了。每一样配料都有不同的小细节和工序要留意，难怪 Jason 师傅强调，当龟造小贩不容易。现在就教他们处理猪皮，把它烫熟，给它滚7到10分钟。然后就把它捞出来蒸冷水。我们轻易送入口中的猪皮，原来背后有如此讲究的独具匠心。配料烹煮时间各不同，丝毫马虎不得。到目前为止，2个新手学得来吗？最终端上桌的龟造就能见真章了。这个是谁的？10的，10的感觉上比较整齐耶，然后这个是 Gary 的嘛，Gary 就稍微有一点凌乱了。怎么多了这么多肉啊？对啊，因为那个肉烂掉，很难切，要轻轻的切才不会。是卤太久吗？对，因为很难切的关系，所以你切到就是它的那个卖相就没有那么好看。对。好，我们试一下这个 Gary 的。好。切的薄度还可以。可是就是也是还不够软，到了最后还是那个猪腥味，吃下去过后的几秒，那个味道就出来了。对 ，Gary 煮的龟爪其实它的味道是可以的，只不过它大肠处理的不够干净，那个味道还是很浓郁。而我觉得我大肠处理的还不错。1领大肠的时间就是差一点。可以。虽然煮的不够烂，可是它也没有那个大肠的臭味。对，是没有那个臭味在。那我相信今天呢，你们自己完成了这道龟胗，是不是比较有信心了？是有一点点比较有信心。因为第一次把整套东西都做完，给自己加油，可以。黄豆还有八角。现在呢，天色昏暗哦，然后时间呢是凌晨的3点30分了，不要怀疑，不是晚上啊。那我们跟师傅约好了3点呢，要跟2位徒弟来这边开档实习。我们可以看到呢 ，Gary 已经开始在帮忙了，但是10还没有到，什么情况？我们去看一下。走吧，走吧。哇，哎，早安，真的很早哎，哇，哎，我以为你说3点是开玩笑，没有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能选龟胗做，他们真的是勇敢。怎么办？你另外一位徒弟还没到啊？没办法，也要继续做先。好，那就看你们好好的表演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加油了。因为还得赶早市人潮，1个徒弟，师傅照样撑船，不等人。对不起，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OK， 没关系，大概都准备好了，就留了那么1个给你做而已。OK， 好，我赶紧把它做完。我要解释，我迟到是因为我不小心吵醒了我的孩子，所以我就哄他们睡觉以后，我就赶快出门了。对不起。当新手小贩还要兼顾家庭，10似乎情有可原，师傅不责怪，放心让徒弟发挥。你们弄好了猪肚，就把它煮一下。好，
那好了，给它滚。就现在做大肠是吗 Yes。从一开始学习到今天的实习，洗大肠对徒弟来说一直是很大的挑战，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处理这么多大肠，两个徒弟做得来吗？开大火把大肠放下去了。？OK， 好了。小心啊！哦，好。好滚哦！滚了哦，把肉跟猪肚放下去。的确是很辛苦，因为师傅的锅比我高了，然后东西又很重，又很热，很滚很烫，所以我还要踮起我的脚。炸鱼饼啦，小心啊！好多盐都没有用，还是被煎到了。差不多1分钟、2分钟后哦，你把它摇松，就是松了比较容易炸。就给它散开啊。等一下它变成金黄色了，它会比较蓬蓬一点哦，就大概好了。师傅对每样食材的处理都有所要求，这就是他每天坚持要花5个小时备料开档的原因。加重，拉料真的很辛苦，从一个角落捞到另外一个角落，真的需要很多力量。现在看先啊。你好啊，你吃他们的这个摊位的龟苕吃了几年了？哇，很多年了。很多年了。为什么这么喜欢吃他的龟苕？很好吃哦。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？已经在这里吃20年了吧20年老顾客哦。你是住在哪一带？骊山。哇，那真的是特别过来哦，一大清早。对。哦，第一批客人呢？点了吗？好，你请吗？哎，厉害哦，这个是行家哦。倒瓜、倒爆蛋，知道吗？小妹是她从 Primary 3吃到现在。Primary 3吃到现在，因为她每次来你就等她要吃2粒鸡蛋。大概。哎，今天没有瘦肉嘞，我切瘦一点的3层肉。是这样。牢记顾客，还会依照他们的喜好切配料。师傅的这份贴心，为他虏获众多老顾客的心。我等的那个3层肉，吃的一个。那会要大要小？小的。作为师傅的一日助手，伊琳待客颇有一套。他烫果片的功夫合格吗？贵太多了。烫果片其实你看是很简单，随随便便这样子捞一下就行，其实是有一定的技巧在里面，要不然的话全部都会凝固成一团。你的桂盛上来的时候，大概半碗就好了。那另外半碗添那个暗跟肉，太多哦。等一下他们拿出去多一下子就胀起来了。Thank you。OK， 给你尝试一下。好，你要贵大碗还是小碗？小的。对。1人份哦，老婆把它称底，猪肚、大肠、猪皮就给他们2片，好。肉4片，蛋半粒，就大概这样。这个是 standard 的。好。猪肚你要砍，你切会分开了。依琳很熟练又做事很顺，很像是师傅的助手。可是他烫果片的功夫还好而已。你要切断吗？他的要切薄的。来，我来。我切配料的时候真的是比较慢，因为我不习惯用砍的，我是习惯用切的方式。1粒鸡蛋。
看来 Gary 的刀工还有待加强，这样切法有点不妥吧？哎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被割到，哎呦，自己割自己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还好一点点，是怎么切到的？切鸡蛋，太快了是？没有，因为我握住那个鸡蛋的，哦，然后你角度不对。对。你觉得他们的整体的学习态度啊如何？10跟 Gary 比起来，他们看到那个 customer 的 crowd，10虽然是紧张，可是他比较镇定一点。可是 Gary， 你看他连手都会抖了。因为他们比赛的时候啊，是要独挑大梁啊，你觉得他们能够做到吗？慢慢啊，如果说不要有人在他们前面等，他们应该做得 OK 的。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，你讲一个重点，要多练习，熟能生巧啊。是，就是怕他们割到手、切到手，可是也是发生啊。要经过这些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小贩。对，这个就是做小贩的一个 package 来的。今天站一整天，除了脚酸，腰还很酸，又要扛重机、扛水，所以好累。今天真的又忙又累啊！可是我绝对不会放弃，我一定要去当小贩，那是我的梦想。小贩学院保留传统味道，打造新兴小贩。这一集的规则终极比拼，我们来点不一样的比赛方式。是，也就是我们2位徒弟会接手 Jason 师傅的档口啊，来一决高低哦。喂 ，Jason 师傅早。哎 ，Hello， 早安。今天你把你的档口交给2位徒弟哦，给他们一个考验吧，实战经验啊。没错。那对于他们2位的比赛，你有什么要求？给他们每个人3个钟头，从准备到可以 serve。3小时哪里够时间？我又要处理大肠，又要处理肉，又要处理猪皮，啊，真的是难倒我了。作为职业妇女的依琳，总是付出双倍努力，认真学习。她平稳的表现一直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哇，依琳一进入比赛的状况啊，完全变一个人哎！平时很多话的，今天特别严肃。依琳严谨的态度也感染了在旁边观战的师傅，就不知道师傅有何评价。你这样看，你觉得他的目前的状态怎么样？还可以啦，看他做东西稳扎稳打的。我今天是抱着一个平常心的心态来比赛，把我学会的尽力做到最好。哎呦，哇，你在洗锅啊？对呀。哇，很整齐耶。所以现在讲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剩下那锅卤了。可不可以大概试一下你卤汁的味道？可以。不管怎么样哦，你都不能够讲。OK。你只能用你的表情，那你自己分析。这个时候你只能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师傅这表情到底是细细品味，还是有话要说？不管怎么样哦，你都不能够讲，你只能用你的表情。我懂问题在哪里。你懂哈？OK， 那你自己调整啊。好。其实我觉得依琳给我的感觉是哦，他很清楚知道他每一个步骤，但是就不知道哈，他最后调出来的味道是如何。另一个徒弟 Gary 也整装待发，准备迎接挑战啦。放醋吗？这个要放醋没？这个死要放醋。加了盐跟醋，搓了之后，大肠里面的臭臭的水都会被逼出来。哦，对哦，我还没有放那个盐跟醋。Gary 今天有点心神不宁的哦，有点替他担心。已经过了1个半小时了，那你这个还在洗吗？还没有那个卤哎，会不会来不及？应该是来得及了。哎，你大肠要煮多久？1个半小时。1个半小时。你现在只是1个半小时，你煮大肠就要1个半小时，那你就来不及。我刚刚好啊。到最后1分钟才开始下食材，我就担心说时间太短，然后不够软。Gary 备料太费时，让师傅越看越紧张。看看，
拖过去。你这样一点一点不可以的。夹毛哪里是这样夹？哎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你拿起来夹。哇，如果给你做多几片，你会是完蛋。哇，我觉得 Gary 哦，他备菜的速度有点太慢了。你这样子怎么开档做生意？我不是动作慢，我是很仔细的去处理。哦，你这样早就放下去了，还有多少时间？大概15分钟。猪皮只需要大概25分钟。其实我是有很多时间，可是我太紧张，把猪皮放进锅里，真的是太早放了。你现在筷子插下去，哎，看起来你的肉还很硬哦，拔那个筷子都拔不出来了。哇，我们现在比赛，还在提点啊，你觉得什么问题？它从肉下去烹煮的时间记错了，太晚下，大概20分钟吧。啊，没有办法补救。不一样的比赛将会有不一样的评分方式。是我们这次请来一位特别来宾呢，要针对2位徒弟的龟照呢来给予评分。2位徒弟必须煮出贴近 Jason 师傅的龟照味道，赢得他的青睐。是，他就是 Chef Ammon。你好。好，那 Chef 就了解你是有在培育一些新手厨师嘛？啊，是的。那一般上你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啊，你都会注意些什么？就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，OK， 肯学、吃苦、可以挨骂，还有不断的练习。就是要熟能生巧。说的没错，今天的这个终极比拼就是对2位徒弟最好的实战经验。好，小范学院终极比拼现在开始。Gary 总是不屈不挠地从每一次的挫折中成长，这碗即将端出来的龟照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哇，来，从卖相就能看出 Gary 的进步，但是好味道才是最重要的。师傅跟 Chef Ammon 在试吃的时候，我是有一点点担心，味道会不会差太远？大汤的时间还不够。因为我怎么咬都咬不烂哎。对，现在很像塑胶圈这样哦。有一点。它的肉哈也切太厚了吧？跟师傅比的话就是啊，那猪皮呢就觉得太硬了啊。我猪肚还可以。它的龟照会放太多了，你看哦，一大坨嘞，你看。它水也不够烫，你水够烫的话，你一打它就开起来了。它现在还折在一起。我是觉得可以嘉奖的一点是哦，它的猪肚跟猪肠完全没有那个酥烧味了。我觉得 Gary 是有吸取他之前实习的一些经验，吃下去过后的几秒，那个味道就出来了。对，猪腥味。因为今天有一条一条大肠去洗好，一条一条去闻有没有腥味。磨刀是师傅的 SOP， 要不然的话，那些肉都会切得不漂亮。依林的刀法很利落，他切东西的时候啊，会让你有一种很想要吃他料理的感觉。依林的摆盘能够为他加分吗？卖相很好，很好，对，很满意，颜色色泽漂亮。这碗让人看了食指大动的龟照，味道是否同样能打动评审的心？这里卤汁的味道甜度还可以，不过在这个龟照里面的话，就可能它调配的不好，偏淡了。我这样吃哦，我是觉得这个味道就像喝水一样。对，淡如水，我只吃到葱油的味道。哎，刚才我们在里面是那个肉了，对，咸度不够。刚才那个表情就是说咸度不够，咸度不够的表情啊，那种在煮的时候，我就反复的去试喝我的卤汁，不过那卤汁并不像师傅的味道，起初是偏咸。加一点点糖，中和一下那个味道。过后熬了一阵子，它就有辣味。为什么它的这个有辣味啊？称那个料的时候不准，所以它就放了多了。是哪一个材料？香料。川椒。哦，川椒有。因为你吃了会有一点麻嘛。哦。这个大肠跟猪肚呢还不够熟，如果再多15-20分钟的话，就会好一点。时间方面他自己太赶，刚才在中间的时候我也一再提醒他煮的时间。
哎，你不要忘记嘞，我是刚才跟你讲，这个小锅要2个半钟头的时间。大肠你洗完了，等一下搓好了哦，就放下去了。记得啊，大肠也需要大概1个半钟头啊。OK。因为它其实还有半个小时。对。以为没有什么时间呢，我就想说赶快盛出来。他如果把那半个小时的时间用完的话哦，这个完美 perfect。我现在觉得好可惜哦，真的有点可惜。对，如果因为这样子输掉的话，遗憾终身啊！真的。好的，小范学院终极比拼现在是成绩揭晓。先问问2位徒弟啊，刚才在比赛的过程，你们满意自己的表现吗？我觉得自己还 OK，只是时间没有掌握得很好。给自己打分的话，满分100分，我只给自己30分。差这么多啊？对。因为我在家练习的时候煮出来的成品跟今天比赛的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天与地啊！我们的 Jason 师傅呢有60分，是根据他们平时的表现啊、态度啊，还有当然今天食物的美味啊，来做一个分配。没错，另外40分就在我们的 Chef Edmund 的手中啦。是，那现在啊 ，Jason 师傅来揭晓手中的成绩。好，来有请。来。就来了。好。啊！哇，想不到您也喜欢玩这一招啊。这个不是我放的哦。好，我们就慢慢的来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看 Gary 的。名厨 Chef Edmund 给的分数，20几，20啊，20咯，20，总分嘛。哎，6吗？6，应该赢了20，没错。OK， 名厨给2位一样，都是20分。对我而言，我只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，完成这个比赛。我今天做到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看10的分数 ，Jason 师傅会给几分？根本就不敢直视那一张成绩单，没有心情去看。敢面对。我听就好。我替他看。来，哦，这几号？5，是吗？5，没有。如果10你是35，你赢。如果是25，你就输了。10来，敢看。10转过头来。目前打成平手，师傅如何评分将是今天的关键。恭喜10获得25，加10分35。恭喜 Gary 得到25分。所以优胜者呢就是10啊，55。恭喜你，很棒。谢谢。先问一下师傅，为什么会给这样一个分数？我觉得10会比较积极一点哦，10也比较稳扎稳打。是，真正的当一个小贩，Gary 会比较辛苦。对于今天的比赛结果，我并不意外，因为确实10做的是比我好。我希望我可以做个成功的小贩，把师傅的味道继续传承下去。恭喜你获得由新加坡环境局奖励的培育新手小饭摊计划。你可以直接开档实体经营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新手小贩。请这个Jason师傅呢来颁发小贩学院的别章。OK， 谢谢，恭喜，恭喜。好，我觉得我很庆幸的是，我遇到一个很有耐心的师傅，一点一点这样子一直教到我们完全会切肉啊之类。小小的细节，他都会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。然后我也很感谢我的partner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。虽然今天是需要有高低之分，不过以往如果我们真的是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我们一起合作，把师傅的味道再传承下去。哇，说得太好了哈！太棒了！希望这只是个开始，而不是个结束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小贩学院任务成功。没有记好，叫了很多次了。做错了要懂得怎样去补救。其实你是做得到，只不过是你根本就没有练习。用心点写，我也希望你们能成功啊！不是师傅没有教得好，是我没有做得好。
Love 972李连主持的《生活有意思》，与你分享更多节目相关内容。本周美食介绍也会刊登在巴士界。